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早年。今年春节档电影最受万众期待的，莫过于徐克导演、肖战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部电影的预售票房已经破了中国电影的记录。其实说起来也并不奇怪啊，你看这部电影，金庸老爷子的原著，又是《射雕英雄传》，又是肖战啊，集齐了这么4大因素，尤其是这前3个因素会吸引非常多的男生非常喜欢金庸啊、射雕啊，还有徐克，是吧？然后呢，肖战又能吸引大量的女性粉丝，所以这是一部老少通吃的电影。而且《射雕英雄传》里面还有一个俏黄蓉，俏黄蓉可是所有男生心中的女神。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徐克、肖战以及所有武侠迷最期待的新黄蓉是怎样的。金庸老爷子的江湖地位和成就就不用说了，我可以非常确切的说啊，他是前无古人，是非常确定的，后无来者也是大概率事件。那我就不展开讲了，因为关于这块一说起金庸老爷子可以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就重点说一说这个《射雕英雄传》。《射雕英雄传》并非金庸老爷子最好的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毫无疑问它是影响最大的。为什么影响最大？就不得不说起咱们83版这绕不过去的那部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连续剧啊，是翁美玲和黄日华主演的。可以说，尤其是这里面的翁美玲饰演的俏黄蓉，淋漓尽致的，甚至有人说她超越了原著里面黄蓉的形象，可以把黄蓉那种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然后又非常重情重义啊、刁蛮任性，所有的性格特点全方位立体的展示给了这个电视观众。翁美玲带给83版《射雕英雄传》以及后面所有翻拍版3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哈。第一点，就很多人就认为，包括我都认为啊，在翁美玲之后再无黄蓉。多少男生心中的女神紫霞仙子朱茵饰演过黄蓉，然后古灵精怪的影后周迅也饰演过黄蓉，这2位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但是他们2个饰演的黄蓉，所有人都公认的没有办法跟这个翁美玲相比拟，所以就可见翁美玲塑造这黄蓉的形象的深入人心。还得说一句，这并不是因为翁美玲是大家觉得可能是先入为主啊，她第一个饰演了黄蓉，其实并不是啊。之前呢还有一些其他人也饰演过黄蓉，所以说并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另外，这翁美玲啊，对于《射雕英雄传》的第2大影响就是一提起《射雕英雄传》，所有人想到的第一主角啊，不是说第一男主、第一女，我就说第一主角是谁，那永远是黄蓉，而不是郭靖。其实郭靖本意他应该是整部书的第一男主角嘛，因为从他的出生开始，然后一直到后面，然后成为侠之大者，是吧？整个都是围绕着郭靖展开的。但实际上，就因为翁美玲饰演了黄蓉，所以黄蓉这个角色就成为了所有的金庸迷里面心中的第一主角的形象，那就是黄蓉而不是郭靖啊。第3点就是翁美玲自杀带来的遗憾，既是她自己的遗憾呢，也可以说是广大电视观众的遗憾。如果翁美玲能活到现在，我相信她取得成就应该不亚于像张曼玉这样的影后啊。说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谈起华语电视连续剧啊，我觉得2大最经典的，一个就是83版的《射雕英雄传》，第2呢就是《上海滩》，周润发主演的《上海滩》。这2部经典的电视连续剧，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的电视连续剧能够超过这2部的。不是说这个制作水准啊，制作水准包括画面啊、摄影肯定都是越来越好。其实你看这2部电视连续剧吧，后面也有很多的翻拍版。翻拍版其实无非就是大家的情节都是一样的呀，就是整个故事都大差不差，然后人物的设定也大差不差。但是你看这2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视为最经典的2部？核心就是对于人物的塑造。所以说你看戏剧吧，大家一谈起戏剧说，你看这个事件情节的冲突啊，然后人物是构成戏剧的最主要的成分。但你最后你会发现啊，真正最后能立得住的这些能够成为经典的，包括你像《教父》也好等等，都是人物的演绎。俏黄蓉的形象，还有《上海滩》里面许文强的形象，就因为这些经典的形象和人物丰满的表演，就让这几部剧啊就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啊。如果还有朋友没有看过这2部电视连续剧，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们讲，你们有福了，你们抽一段大段的时间，然后呢准备好充足的零食，和你最喜欢的人在一起，安安静静的把这2部剧好好看一遍，绝对会成为你们生命中非常美妙的一段回忆。那83版啊，我们在说这个83版的《射雕英雄传》，它其实是最有武侠感的。它为什么说它有武侠感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音乐非常好，所以以至于你看这次预告片放出的这个背景音乐也都是83版的那个背景音乐，那音乐一出来，感觉马上就回来了。83版的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物的这个演绎非常的精彩，就包括其他的一些配角，你看
这部剧里面，我认为啊，就后面无论很多翻拍版，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版哈，都无法超越的，就包括梅超风、杨康、郭靖、洪七公、黄药师、周伯通，甚至那个欧阳锋啊，这个扮演者演的都很不错。就这些角色，后面我都没有觉得哪一版的那个演绎会超过这一版的这些演员的表演。而且这梅超风，我得特意提一下，他真是我童年的噩梦啊！我看了这个剧之后哈，我只要在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甚至包括就旁边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呐，或者跟着爸爸妈妈一块晚上出去的时候，都会觉得脑后有阴风的感觉，随时就感觉有这个九阴白骨爪要来抓我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惊悚。要说起这个郭靖的扮演者黄日华哈，83版的郭靖扮演者，那相比于李亚鹏的郭靖呢，还是要好不少哈，因为李亚鹏把郭靖塑造的过于傻了。那他呢，就是虽然没那么傻，但是黄日华演的呢，就有这个幼稚了。他从郭靖的少年演到中年，就没有郭靖的那种，比如侠之大者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演绎的，用2个词来概括的话，就可能偏无知、偏固执了一些。这并不是郭靖真正的在小说中的形象。所以我相信啊，这次他的形象，因为肖战的一些特质啊，我后面会讲，应该他的形象会被肖战所重新塑造。也许肖战会成为郭靖的标杆性的这个形象塑造者。下面我们来说说徐克。徐克又被称为徐老怪啊，是我们武侠迷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导演。为什么叫老怪呢？就因为啊，你看他得到了东方不败的真传啊，就是在他的这个电影里面，武功那是唯快不破。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动作的天马行空的那种想象力非常好，而且对动作的设计非常的流畅。例如，你看那个黄飞鸿的无影脚，还有那鬼脚七的那个脚，那个连环踢，这种设计在以前的武侠电影中就是很少见的。你看在徐克之前的很多电影里面，那就是打2个动作是吧？然后就可能也挺漂亮的，但就停顿下来，然后再切换一个镜头，再打2个。他不是啊，他是给你无影脚就给你咚咚咚咚咚咚一顿各种踢，然后从头踢到尾。非常长的一个长镜头，给人一种非常过瘾的感觉。他的这种非常流畅的武侠动作的设计啊，非常经典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新龙门客栈》和《黄飞鸿》系列哈。你看《新龙门客栈》里那个动作啊，林青霞饰演的莫言，还有甄子丹啊，还有厨子啊，就像林青霞这样的，其实对武功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的人，他饰演出来的这个角色，这个莫言的动作都是行云流水，非常漂亮。尤其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悬崖上那第一场戏，跟甄子丹相遇的第一场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徐克的武侠片还有第2个特点，就是啊，这应该是他的独创哈，一边在打斗的时候，一边会念出自己武功的这招式的名字。比如啊，这个黄飞鸿就是总是边打边念这个招式，然后让佛山无影脚。最著名的桥段莫过于这个青蛇里面法海的那个招式大悲天龙是吧？被搞成了很多鬼畜视频。还有对武器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比如说你看他就会围绕，就有点像成龙的电影一样啊，会围绕着梯子啊、棍子啊，还有用布打湿的棍子哈，就是进行打斗作为武器。徐克和成龙都是善于利用道具来增加这个动作的一些丰富性和可看性，但是他和成龙有区别。成龙呢，这些道具的使用更多是搞笑性的使用，但是徐克的使用啊，就真的是大气磅礴，那是一气呵成啊，就各种动作场面层出不穷，想象力非常丰富啊。那徐克的第3个特点就是还非常善于搞笑啊。你看李连杰这个系列的黄飞鸿里面，无论是李连杰本人饰演的黄飞鸿，还是13亿，都挺搞笑的。所以说徐克导演就被称为徐老怪，他是一个让人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他可能会搞出一些什么天马行空的一些设计和想象，所以这部电影就它集齐了这么多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就非常值得人们期待。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肖战。肖战的看点有3个，首先啊，这是他的第2部电影。那他的第1部电影呢叫做《诛仙》啊，票房有4亿多，成绩还不错，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多么出名哈。那作为他的第2部电影，这次他可真的是有备而来啊！所以他对于剧本、导演还有阵容的选择，一定是精挑细选之后，最后选择了《射雕英雄传》，选择了徐克导演。其次是肖战，他过于传奇的人生经历和演艺经历，为他未来的角色塑造绝对是加分项。小汪啊，他做了一期影片，讲的是比较透彻，有兴趣呢可以去了解去看一下他最新出的哈，我这里就不具体讲了。总之啊，他就是一个现在流量非常大、人气非常高，又有那么一点德艺双馨的感觉的好苗子，所以他的第2部电影非常值得万众期待去看一看。而且他这部电影，我相信也会带来他事业的新高峰啊。那第3点就是肖战的个人气质啊，我认为他会在郭靖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会有所突破。提了一嘴哈，就是郭靖啊，他其实并不是傻，他只是反应慢，
而且呢，他其实内心是有非常坚定的信仰的，所以这部电影才定义为侠之大者嘛。那肖战在经历了演艺圈的各种事件之后啊，他从你看普通人，然后到了人生的巅峰，然后又到谷底，然后再到顶峰，那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肖战，我相信啊，现在他的年龄段里没有谁会比他更懂江湖了。所以我相信这个肖战的状态应该非常好的，他能够充分的去理解角色，也能够把这个郭靖的角色啊，他塑造成一个新的高度。最后来说说黄蓉，黄蓉的饰演者叫庄达菲啊，这个挺出乎我们意料哈，这个名气不够啊，因为你想啊，徐克导演这么一部电影，这个女主角不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吗？哎，结果不是。然后我就挺奇怪的，我就想这个人为什么选他呢？名气不够。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照片，颜值还可以，但不够出彩啊。看了照片我才想起来啊，原来我还看过他演的一部电影，就在前一段时间演那个叫《年会不能停》哈，是一部喜剧片。但其实你看那部电影里面，他就给我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我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女主角的名字。那等到我看了预告片之后，明白了，因为她太像翁美玲了。我想啊，这徐克导演他一定是找了一个那么神似，包括形似翁美玲的这么一个演员来演绎这次的俏黄蓉。那对于庄达菲来说，能够跟徐克和肖战合作，那肯定是他目前为止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我相信他也会做最充足的准备啊，希望他能够再现俏黄蓉的风采啊。那你想，这样一部片子，集齐了天马行空的动作设计、侠之大者的家国情怀、幽默搞笑的桥段和人物的丰满，再加上徐克成熟老道的镜头运用和对电影节奏的把握，《射雕英雄传》金庸老爷子的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大 IP， 还有这些你看人气演技俱佳的明星啊，像肖战啊等等，然后还有梁家辉，那又放在了这样一个大家都想释放一下的一个春节档，那这样的一部电影大概率啊会创造中国大陆影视新纪录。如果创造新的票房记录的话，那大概应该就是超越50多亿嘛，就应该可能会60亿。如果达到这个水平，我一点都不会奇怪。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